古代军队扎营以后，第一件事不是打帅仗，而是挖厕所。因为几万名士兵聚在一起，如果随地大小便根本不用敌人进攻，几天之后全军就会因为腹泻集体失去战斗力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些排泄物平时是军营里的卫生炸弹，到了守城战里就会立刻变成武器，加热以后往城下泼，污染敌人的伤口，甚至还能填进陷坑里，等敌人自己掉进去。一份排泄物既能让自己全军覆没，也能让敌人痛不欲生，区别只在于管理他的人是谁。所以古代名将不仅要会排兵布阵，还要精通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几万人的厕所到底应该挖在哪里？如果挖错地方，敌人还没见到，全军可能已经蹲到站不起来了。想象一下，5万名士兵住在同一个营地，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、喝水和排泄，再加上大量战马和头畜，整个营地每天产生的废弃物足以让任何现代物业公司当场宣布破产。如果所有人随地解决，首先出现的是气味，然后是苍蝇和昆虫，最后排泄物进入食物和水源，引发腹泻、痢疾以及各种传染病。古代战场上杀死士兵的不只是刀枪，饥饿、寒冷和疾病往往比敌军更加稳定。敌人有时还会撤退，细菌从不请假，所以军队扎营后必须统一规划厕坑，选址通常要考虑风向、水源和地势。厕所最好放在营地的下风位置，并且远离取水区域，否则一场大雨下来，污染物流进河里或者水井，第二天全军就会进入蹲姿作战状态。到时候敌人甚至不用冲锋，只要站在营门口耐心等待就行。包括戚继光在内的许多古代军事家都非常重视营地纪律和卫生，因为真正带过兵的人明白，所谓统帅几万大军，不只是站在地图前面移动小棋子，你还要负责他们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睡在哪里以及拉在哪里。一个只会研究阵法、不管厕所的将军，在地图上可能无懈可击，但他的部队很快就会因为肠胃问题主动退出历史舞台。解决了在哪里拉，还要面对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：拉完以后用什么？现代人用惯了卫生纸，很容易以为人类发明纸张以后立刻就顺便发明了卷纸。实际上，在很多历史时期纸仍然具有一定成本，普通士兵不可能随身携带大量厕纸，于是树叶、干草、土块、布片，甚至碎石都可能成为临时工具。其中最著名的叫厕筹，名字听着非常文雅，仿佛是古代文人上厕所时使用的书写工具。实际上，它就是通过削制过的竹片或者木片，使用时刮一刮，用完清洗，有时还会继续重复利用。从环保角度来说，它实现了循环使用；从体验角度来说，它让人迅速理解什么叫封建社会。普通士兵不仅要提防敌人的刀，还要每天面对一根不知道使用过多少次的小木棍，所以古代战争考验的不只是胆量，还考验皮肤耐受能力。不过排泄物在军营里并不永远是废物，到了守城战中，它可能瞬间完成身份转变，从公共卫生威胁升级成城防材料。古代守城时会使用石块、滚木、废水、石灰等物资攻击攀爬城墙的敌军。部分史料和兵书中也有利用污秽物、粪汁等物质守城的记载。民间常把这类东西称作金汁，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富贵，实际成分一点也不适合展开描述。守军可能将污秽物加热，再向攀城的敌军倾倒，它首先能造成烫伤，随后又会严重污染伤口。在没有抗生素和现代清创技术的年代，一道原本不算致命的伤口，很可能因为感染逐渐化脓、发热，最后发展成败血症。武器负责打开伤口，微生物负责完成剩余工作。更可怕的是，它还会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。士兵冲锋前已经做好了被箭射、被石头砸、被刀砍的准备，但很少有人会提前思考，今天自己可能会被一锅滚烫的排泄物击退。一支军队可以接受英勇战死，但很难接受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伤亡报告里。历史上也流传着用污物或腐败物污染箭头和武器的做法，不是所有箭都进行过所谓的粪便覆膜，但基本原理很简单，只要污染物进入开放性伤口，就会大幅提高感染风险。箭当时没有射中要害，伤员回营以后却可能因为感染丧命，这就相当于箭头本身只负责送货，细菌负责后续服务。此外，守军还会挖沟渠和陷坑，阻碍敌人进攻。部分陷坑中会放入污水、尖锐物和其他污染物。
敌人一脚踩空，不仅会失去行动能力，身上的伤口还可能受到污染。至于浑身恶臭只能算额外附赠的精神伤害。所以古代军营中的排泄物具有非常矛盾的地位。平时管理不好，它能让自己人集体倒下；战时利用得当，它又能让敌人产生终身心理阴影。处理得好，你是一位治军严谨的名将；处理不好，你就是全军腹泻项目的总负责人。历史书总喜欢记录将军怎么排兵布阵，怎么以少胜多，但他很少告诉你，一场战争的胜负有时首先取决于厕所挖在了哪里。因为一个真正合格的统帅，不仅要知道敌人在哪里，还必须知道自己人的厕所在哪里。